公元7世纪的东亚正经历着一场重塑文明格局的大动荡。隋王朝的崩塌如惊雷贯耳，群雄逐鹿的烽烟燃遍中原。在这乱世的废墟之上，一个名为大唐的王朝正艰难孕育。当后世回望那个气度恢宏的盛世开端，总会在凌烟阁24功臣的画像中，第一眼瞥见那位身着紫袍、面容谦和的文官。他没有尉迟敬德冲锋陷阵的赫赫战功，没有长孙无忌外戚辅政的特殊身份，却以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位，成为凌烟阁上最具代表性的文臣功臣之一，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汉之萧何。他就是房玄龄，一个用智慧与忠诚为贞观盛世筑牢根基的男人。从清河房氏的书香子弟到大唐王朝的开国宰辅，他的一生藏着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理想坚守，也写满了治世里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房玄龄，名乔，字玄龄，其家世源远流长，出自著名的氏族清河房氏。这是一个自汉魏以来便累世官宦、书香传家的山东郡姓，即便在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的背景下，其家族成员依然凭借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行政能力，在各朝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的曾祖房义曾官拜北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并承袭了壮武伯爵位，是位兼具军功与地方志绩的人物。祖父房雄则适合出任州主簿，开始了其家族在文职官僚体系中的积累。到了其父房彦谦这一代，房氏家族的文化特质愈发凸显。史载房彦谦好学不倦，通摄五经，不仅学识渊博，更富有辩才，是为其年间山东地区颇具声望的学者。他一生虽历任州县官职，但始终保持着清洁廉洁的操守，对时政多有拙见。其立身行事的风格，对年幼的房玄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生在这样一个兼具武功文采、重视儒学传承的官僚士族家庭，房玄龄自幼便沐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与家族环境的熏陶下，很早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他不仅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对儒家经典有精深的理解，还善于诗文创作，文章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此外，他还向父亲学得一手精湛的书法，尤其工于草书和隶书，这在重视书道的唐代是士大夫必备的修养之一。可以说，少年时代的房玄龄已经初步具备了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文章、学识、书法等多方面的素养，为其日后处理繁复的政务、起草典章文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文帝开皇年间，房玄龄便被本州举荐为进士，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其才学早已获得官方认可。随后，他先后被授予与其尉、一种勋官、品阶较低和袭城县尉、地方佐官、负责治安等事务的职位，开始了他的早期仕宦生涯。县尉一职虽然品级不高，却是接触地方事务、了解民情吏治的起点。然而，此时的隋王朝在隋炀帝的统治下，正加速滑向崩溃的深渊。沉重的徭役、兵役加之严刑酷法，使得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起义烽火接连不断。房玄龄虽身处地方，但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已然察觉到山雨欲来的天下大势。他目睹朝政日非，社会动荡，深知在这样一个末世，个人的区区县尉之职难以有所作为，甚至可能卷入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据史料记载，他曾对父亲谈及对时局的忧虑，认为隋朝统治难以长久，
流露出等待时机、另觅明主的想法。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是其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历史的转折点很快到来。公元617年，时任太原留守的唐国公李渊，在次子李世民以及一批晋阳僚属的推动下，与晋阳起兵，公开反隋。军队迅速西进，目标直指关中帝都长安。李渊父子打出废昏立明、拥立代王杨佑、匡扶隋氏的旗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晋军阻力，同时注意收揽人心，礼贤下士，吸引了大量人才归附。当李渊大军渡过黄河，进入渭北地区时，一直在静观事变的房玄龄认为他期待已久的明主已经出现。他敏锐地判断出李渊集团，特别是其子李世民，具有雄才大略，是能够结束乱世、开创基业的不二人选。于是他毅然做出了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决定，离开西城，奔赴渭北军营，谒见当时年轻但已展现出非凡军事才能与个人魅力的秦王李世民。这次会面堪称中国历史上君臣愈合的典范之一。李世民正值用人之际，对于这位早有才名、主动来头的山东士人，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和信任。而房玄龄则深感李世民的知遇之恩，认定此人便是自己可以托付平生抱负的君主。据《新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与李世民初次会面便与甚投机，如旧相识。房玄龄的才识与谋略深深打动了李世民，当即被受任为济世参军，成为了李世民秦王府核心幕僚集团的重要成员。从此，房玄龄的命运便与李世民与即将诞生的大唐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入秦王府后，房玄龄很快便展现了他不同于一般文吏的远见卓识和行政才干。当时，李世民作为唐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常年统兵在外，征讨四方割据势力。房玄龄作为济世参军，主要负责军书表奏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所有呈报给李渊的军情奏报，以及与其他势力往来的文书，都需经过其手。历史记载他挺马立成，文约礼善，意思是往往在军旅孔总之际，驻马片刻便能草就文书，且文字简洁精炼，道理却阐述得十分充分透彻。这种高效与精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尤为可贵，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及时与准确，深得李世民倚重。甚至连高祖李渊在看到房玄龄为秦王撰写的奏章后，也忍不住对侍臣赞叹：此人身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而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于耳。能得到开国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可见房玄龄的文书才华和洞察力已得到最高层的认可。然而，房玄龄对李世民和大唐创业的贡献远不止于文字工作，他更具战略眼光的举动，在于其对人才的极度重视和大力延揽。隋末唐初，天下大乱，英雄辈出，各方势力争夺的不仅是地盘，更是人才。每当隋军平定一处割据势力，攻克一座城池，军中许多将领和僚属往往忙于搜罗金银财宝、奇珍异物，这几乎是乱世中的常态。但房玄龄却与众不同，他总是首先着眼于人，常利用其职务之便和人际网络，积极访查，甄别当地及敌方阵营中富有谋略或骁勇善战之士。一旦发现合适人选，他便主动接近，倾心结交，想方设法将他们吸纳，推荐到李世民的秦王府中，充实其幕僚和将领队伍。例如，早年投奔唐军的张亮起初未受重用，房玄龄察觉其替唐有智谋，率先将其举荐给李世民。
张亮由此进入秦王府，从基层僚属逐步晋升，后来在贞观年间官至高位，成为朝廷倚重的军政人才。此外，如文思敏捷、擅长书写的薛收，被房玄龄评价为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大事的李大亮，都是经他大力举荐，才得以在李世民麾下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均成为贞观朝的名臣。而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举荐。杜如晦原本也是秦王府的属官，后来因李渊猜忌李世民，将秦王府的部分官员调离，杜如晦也被外放为陕州长史。房玄龄得知后，立即对李世民进言：府中僚属虽多，但真正能决断大事的只有杜如晦。若您只想守住一方土地，杜如晦可有可无；若您想成就帝业，非杜如晦不可。李世民听后大为震惊，立即向李渊上奏，将杜如晦调回秦王府。此后，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二人配合默契，成为李世民麾下最核心的谋士组合。房玄龄这种不求真货、唯慕贤俊的做法，为李世民聚集了一个当时最具活力和才华的智囊与实干集团。这个集团不仅为李世民在统一战争和后来的皇位争夺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才支持，也为未来的贞观之治储备了核心的执政团队。这正是房玄龄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之处。他明白，得人才者得天下，任何珍宝都无法与能够治国安邦的贤才相比。随着统一战争的深入推进，李世民的功勋与威望如日中天，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其王李元吉集团之间的矛盾。李建成作为法定太子，居于储君之位，拥有天然的合法性优势，而李世民凭借赫赫战功，聚集了如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程之节等一大批文武干才，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双方围绕权力核心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公元624年以后，这种斗争已从暗处的较劲转向公开的倾轧。李建成、李元吉不断利用其地位，通过种种手段削弱、瓦解秦王府的势力。他们一方面曲意结交，重金收买秦王府的将领，如对尉迟敬德的御赐与贿买；另一方面，则是在高祖李渊面前不断构陷李世民及其僚属，力图剪除秦王的羽翼。在这场日益凶险的政治风暴中，房玄龄与杜如晦因其卓越的才能和对李世民的绝对忠诚，首当其冲，成为了太子集团的重点打击目标。于是，在李建成等人的持续缠构下，高祖李渊最终下令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勒令他们不得再为秦王效力。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意味着秦王集团的核心智囊被强行剥离，李世民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面对这一变故，李世民虽内心愤懑，但一时似乎也无可奈何。房玄龄与杜如晦只得怀着忧惧与不甘，离开了他们倾心辅佐的主君，表面上似乎退出了这场权力角逐的中心。危机的最终爆发点终于在公元626年到来。突厥入寇北疆，按惯例应由秦王李世民率军出征，但李建成却建议由李元吉挂帅，并欲借此调走秦王府的精兵猛将。这显然是一个旨在彻底架空李世民，并可能趁机对其下毒手的阴谋。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李世民麾下的将领群情激昂，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力劝秦王先发制人，但李世民仍顾忌骨肉相残的恶名，犹豫未决。就在这关键时刻，已被贬斥在外的房玄龄、
展现了他作为战略家不仅善于谋划，更敢于在关键时刻推动决断的魄力。他与同样在外的杜如晦通过长孙无忌向李世民进言，他们明确指出，当前的危机正是上天赐予的夺取楚威的契机，若再迟疑不决，则不仅他们这些僚属性命不保，秦王自身亦将面临灭顶之灾。为了能够亲自参与决策，房玄龄与杜如晦冒着极大的风险，乔装改扮后趁夜秘密潜入秦王府。这次深夜密议最终坚定了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在具体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房玄龄与杜如晦作为首席谋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细致分析了宫廷禁军力量的部署，太子与其王入朝的路线与时间，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以及应对之策。他们协助李世民确定了在玄武门这个攻城近卫中枢要害之地设伏的基本方案。同时，他们也参与了人员调配，激励将士，确保行动万无一失。6月初4清晨，事变如期发动，李世民在玄武门内成功伏击并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举控制了长安城的局面。不久，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旋即禅让帝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是唐代前期一次决定性的政治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李世民个人的命运，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走向。在事变成功后论功行赏时，唐太宗将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5人列为一等功勋。其中房玄龄因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位居首位，进爵为行国公，10亿1300户。李世民在朝堂上对众臣说，房玄龄身处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虽无冲锋陷阵之功，却比战功更可贵。汉之萧何亦不过如此。这番评价既是对房玄龄功绩的肯定，也为他日后成为贞观朝的首席宰相奠定了基础。太宗即位，改元贞观，一个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而房玄龄作为太宗最信赖的宰辅之一，与杜如晦并肩携手，共同肩负起了缔造这一盛世格局的重任。太宗初登大位，面对的是隋末大乱留下的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法治紊乱，官僚机构臃肿。如何拨乱反正，使国家走向安定与繁荣，是摆在新生政权面前最紧迫的课题。房玄龄以其一贯的务实与远见，投入到了新王朝的制度建设中。在构建新政权的决策核心层面，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事，二人配合无间，被后世传颂为佳话。太宗每逢与房玄龄商议大事时，总会说非如晦不能决断。待杜如晦到来后，最终采用的仍是房玄龄的计策。这正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长于决断。后世房谋杜断的典故便由此而来，成为君臣际遇、同僚协力的千古美谈，生动诠释了决策体系中谋略与决断的完美结合。在确立了高效的决策机制后，房玄龄将目光投向了官僚体系的重构。面对隋末以来官备于古、吏足备于官的冗烂局面，房玄龄深谙吏治轻则天下治的根本道理。他忠实践行唐太宗良才受制的治国理念，对中央各级官府展开了大规模、高力度的精简整并。经过周密核查与统筹规划，最终将文武官员总额精确定编为640员。这一改革举措影响深远，不仅显著提升了行政效能，有效杜绝了十羊九牧的冗官现象，
更切实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与百姓赋税负担，为唐初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完成官制改革的同时，房玄龄着手进行法律体系的革新。他主持修订的贞观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与隋律相比，贞观律不仅条文更加简洁明了，还强调德主兴辅的治国理念，注重以道德教化引导百姓，而非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律制定后，天下犯罪者渐少，贞观4年，全国断死刑者仅29人。这一数据足以证明房玄龄修律工作的成效。更为难得的是，自贞观律制定后，整个唐朝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大的改动，它成为了唐朝法律体系的基础，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需明确的是，贞观律与长孙无忌主持的唐律书议一脉相承，却定位迥异。前者由房玄龄于贞观年间主导制定，是唐律的本体框架，确立德理为本、刑罚为用原则，搭建12篇500条核心结构，解决律文如何定的根本问题。后者则是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领衔对贞观律的官方注释，以释律为核心，详解律文原意与适用场景，解决律文如何用的执行难题。前者是立法之基，奠定唐律宽平基调；后者为释法之宗，完善其法理体系，共同铸就中华法系巅峰，影响远及东亚。此外，国家出力，百废待兴，典章制度多成随旧或尚未完备。房玄龄与杜如晦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行政才能，共同裁定了一系列朝章国典，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架构，到礼仪、音乐等文化制度的恢复与确立，乃至宫室建筑的规制，凡是涉及国家体制和日常政务运行的重要规章制度，大多由他们二人牵头制定，史称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并且甚获当代之誉。这意味着贞观时期高效有序的国家机器能够顺利运转，其基本的制度框架正是由房玄龄和杜如晦亲手搭建起来的。在完成了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后，贞观政权的运作重心自然转向了日常政务的执行与推进。公元629年2月，房玄龄改封魏国公，升任尚书左仆射，成为唐朝的首席宰相。尚书左仆射作为3省6部制中尚书省的最高长官，负责统筹全国的行政事务，权力极大。但房玄龄却始终保持着谨慎谦逊的态度。他深知位高权重者易遭祸端，因此在任期间始终尽心竭诚，早起晚睡，处理政务从无懈怠。据《新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每天天不亮就到尚书省处理公务，直到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会将未处理完的公文带回家中继续批阅。他明达历事，对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了如指掌，对复杂的政务也能迅速做出决断。他法令宽平，在处理案件时总是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从不因个人恩怨或权贵施压而徇私枉法。他任人唯贤，所推荐的官员都是品行端正、能力出众之人。在他的治理下，尚书省的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朝廷的各项政令都能顺利推行。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良相。从贞观初年至杜如晦去世前后，可以说是房杜时代，也是贞观之治的奠基时期。房玄龄以其在行政、立法、制度构建等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勤勉奉公的精神，为大唐王朝的稳定与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他的工作或许不像战场上的冲锋陷阵那样耀眼，
但却是维系一个国家长期有序运行的根本。正是在他和杜如晦等一般能臣的共同努力下，唐太宗得以逐步实现其安人理国的政治理想，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的新王朝开始展现出其蓬勃的生机。随着贞观盛世的画卷徐徐展开，房玄龄作为首席宰相的角色也愈发凸显出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杜如晦早逝后，房玄龄独自肩负起总理百司的重任，其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公元635年，高祖李渊驾崩，房玄龄受命负责营建山陵制度。这是一项极其重要且敏感的工作，既关乎皇家礼制，也涉及巨大的工程调度。房玄龄以其一贯的严谨和周密，圆满完成了任务，使太宗深感满意，因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这是文官的最高阶，象征极高的荣宠。公元637年，他改封梁国公，其爵位达到了人臣的顶峰。到公元639年，他又加授太子少师，成为储君里承前名义上的老师之一，这进一步巩固了其帝师与国老的地位。此时，房玄龄的家族也与皇室结成了紧密的姻亲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了太宗第11子韩王李元嘉为妃，而他的次子房遗爱则迎娶了太宗极为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如此显赫的联姻，使得房氏家族一门二妃，其地位尊崇无比，可谓贵极人臣，荣宠当世无两。然而，身处权力与荣耀的巅峰，房玄龄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清醒与谦抑。他深知盛满难居、功高震主的历史教训，也时刻不忘隋朝因骄奢而速亡的阴间。因此，他身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处处表现出谦恭退让的姿态。他多次向太宗上书，表示愿辞去所担任的宰相要职。这种居安思危、攻城不居的态度，正是他得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长期屹立不倒的重要智慧。正是这份始终如一的清醒与谦抑，使房玄龄在贞观政局步入新阶段时，依然能够保持敏锐的判断力。贞观中期以后，太宗在据大成功面前渐生骄矜之心，对外征伐的欲望有所抬头。其中，远征辽东高句丽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军事与政治议题。高句丽盘踞东北，占据汉之故土，且对唐王朝时叛时服。太宗想趁国势强盛之机，一举解决此边患，成就超越前代的功业。然而，房玄龄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深知大规模远征对国力的消耗，对百姓负担的加重，内心并不赞同劳师远征。公元644年，太宗决议亲征，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将整个帝国后方完全托付。这一安排再次证明了太宗对房玄龄无与伦比的信任。房玄龄则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保障后方的稳定与前线物资的供应，确保国家机器在皇帝离京期间仍能高效运转。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李世民亲征的1年多时间里，长安城内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这与房玄龄的精心治理密不可分。然而，李世民的辽东之战并不顺利。高句丽军队凭借坚固的城池顽强抵抗，唐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粮草物资的消耗也远超预期。公元647年，李世民再次派遣李绩、牛进达等将领率军袭扰高句丽，最终仍未达成既定目标。连续的征战让唐朝的国力受到了严重消耗，百姓的赋税负担也随之加重，
朝廷内部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但由于李世民性格刚愎，大臣们都不敢直言进谏。就在这个时候，房玄龄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元648年的夏天，长安城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为大唐王朝呕心沥血近30载的梁国公房玄龄病倒了，而且病情日趋沉重。太宗李世民对此忧心如焚，不仅派遣最好的御医为其诊治，每日供给宫廷御膳，更是多次亲临病榻前探视。望着这位与自己相知相伴30余年、鬓发皆白的老臣，太宗的内心充满了不舍与哀伤。就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之际，房玄龄心中萦绕不去的依然是国家的安危与君主的声誉。他将儿子们召至榻前，说出了深埋心底的忧虑：当今天下清平，万物得所，唯陛下欲东讨高句丽不止，此正为国患也。主上含怒一绝，臣下莫敢犯言。我若知而不言，可谓含恨入土，死不瞑目啊！于是，这位以善谋著称的老宰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动人心魄的直谏。他强撑病体，写下了恳切劝阻太宗继续征讨高句丽的奏表。在奏表中，房玄龄详细分析了远征高句丽的弊端：今辽东之役，士卒伤亡惨重，粮草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若继续征战，恐生内乱。高句丽虽为边患，但并非心腹之疾，不如休养生息，待国力强盛后再图之。他还在奏表中劝谏李世民：陛下圣明，当以隋王为戒，不可因一时之怒而轻动干戈。这是将太宗东征与隋炀帝征高句丽相提并论，直指好大喜功乃亡国之兆，以最激烈的言辞警示君王。这种以道事君的忠诚，已然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义，升华成了对天下苍生的终极关怀。当太宗在宫中读到这份字字千钧、充满临终牵挂的奏表时，感动得不能自已。他对着在一旁的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慨叹道：房公病危将死，尚能忧我国家，真忠臣也。他明白，这不仅是臣子的进谏，更是老友的遗言，是跨越了君臣名分的肺腑之言。不久后，房玄龄与世长辞，享年70岁。唐太宗悲痛万分，下令废朝3日，以示哀悼。他追赠房玄龄为太尉，并赐谥号文昭。文代表其惊为天地的文治才能，昭则彰显其光明盛大的德行。这是一个对文臣极高荣誉的谥号。随后，房玄龄被陪葬于太宗为自己营建的昭陵，这是作为臣子能够获得的最高深厚殊荣。此外，他的画像也被悬挂于凌烟阁，位列24开国功臣之一，供后世瞻仰。不久，他又得配享太宗庙庭，意味着他将接受后世皇室的祭祀。这一切的哀荣，都体现了唐太宗对这位古公之臣的深厚感情和至高评价。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性。房玄龄身后，其家族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这场悲剧的根源来自于他的次子房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高阳公主深受太宗宠爱，性格骄纵，与房遗爱的婚姻并非美满。她在太宗去世后，更是行为放纵，甚至涉嫌与僧人辩机有私。此事虽未公开严惩，但已使皇室蒙羞，也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公元652年，在唐高宗李治统治初期，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风波爆发。房遗爱与对高宗不满的荆王李元景，
驸马都尉薛万彻等人勾结，被指控密谋发动政变，意图废除高宗，拥立荆王。更有甚者，高阳公主竟还诬告房玄龄四子房遗直对她无礼，试图借此夺取梁国公爵位的继承权。这场房遗爱谋反案最终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叛乱。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案件被迅速审理并严厉处置。房玄龄的家族遭受了灭顶之灾，房遗爱伏诛，高阳公主自尽，其他诸子均被流放到岭南燕瘴之地。连无辜的四子房遗直也因受牵连，被贬为偏远的铜陵县尉。更为严重的是，受此案影响，房玄龄配享太宗庙廷的资格被朝廷下令停止，这意味着他身后的荣誉因子孙的罪过而受到了折损。直到唐高宗后来念及房玄龄的旧功，才特赦房遗直，使其得以归还房玄龄的爵位。这一家族悲剧与房玄龄生前的显赫与谨慎形成了鲜明而残酷的对比，也成为初唐政治漩涡吞噬功臣后裔的一个惨烈注脚。在严肃的史书记载之外，关于房玄龄的私人生活也流传着一些生动的轶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醋坛子的典故。据说房玄龄的夫人卢氏虽然将丈夫的日常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性情极为刚烈，尤其以妒忌闻名，不允许房玄龄纳妾。一次宫宴，太宗李世民有意赏赐2位美人给房玄龄，房玄龄因惧内而不敢接受。太宗于是召见房夫人，当面施加压力，并摆出一坛号称是毒酒的饮品，声称若不允许房玄龄纳妾，就必须饮下此酒。不料房夫人性情刚烈，宁死不肯让步，竟毫不犹豫地将整坛毒酒一饮而尽。然而饮下后才发现，坛中并非毒酒，而是浓醋。太宗见状，既感惊愕，又觉无奈，最终只得收回成命。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至于吃醋一词从此成为了男女间妒忌之心的代名词。这件流传于民间的轶事，为房玄龄严肃的政治家形象增添了几分烟火气，而回望其一生的功绩与品格，更值得后世深入剖析与敬仰。房玄龄的一生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自隋末乱世的幽谷发源，穿越初唐创业的险滩，最终汇入贞观盛世的汪洋。其波澜壮阔的轨迹不仅镌刻着个人的智慧与坚守，更映照出一个王朝从草创到鼎盛的艰难历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贤相之一，他的价值从未局限于凌烟阁的荣衔，更在于他以一生践行了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后世树立了为官与为人的双重典范。从政治智慧的维度审视，房玄龄最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兼具乱世谋主与治世良相的双重特质。隋末群雄逐鹿之际，他于渭北一眼识得主君，以聚财为基的远见为李世民构建起最坚实的人才壁垒。他不贪金玉而慕贤才，不恋虚名而重实干，举荐的杜如晦、张亮、李大亮等人，或成为决策核心，或成为治国栋梁。这套人才班底不仅支撑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更成为贞观之治的中流砥柱。这种识人于微、任人唯贤的眼光，超越了单纯的幕僚职责，已然具备了战略家的格局。而当天下平定，他又迅速切换角色，以制度奠基者的姿态，为大唐搭建起稳固的治理框架，精简官僚至640员，终结了十羊九牧的冗弊，主持修订贞观律，替代隋代科法，开创了岁断死刑仅29人的治世奇观，厘定朝章国典，从官制到礼乐，从公规到民生，
事无巨细，皆规划周详，让新生的王朝在百废待兴中迅速步入正轨。他的智慧不在于奇谋诡诈，而在于务实稳健，在于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深刻体悟，在于对制度长效性的精准把握。房玄龄的政治品格更堪称封建时代官僚的极致范本。他身居相位15年，权倾朝野，一门二妃，贵极人臣，却始终保持着身自卑损的谦抑之心。他深知承满难居的历史铁律，多次上书求退，不愿久居高位。他手握人事任免、政务裁决之权，却用法宽平，文人友善，若己有之，从不以私怨废公，不以己长格物。他与杜如晦一谋一断，配合默契，从未因权位之争产生嫌隙，成就了房谋杜断的千古佳话。这种功高不骄、权重不专、位尊不傲的修养，在君主专制的语境下尤为可贵。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忠诚，不是盲从的愚忠，而是以道事君的至忠。太宗早年纳谏如流，他便倾力辅佐，构建盛世。太宗晚年渐生骄矜，执意远征高句丽，他虽深知主上含怒已决，臣下莫敢犯言，却在临终之际仍强称并体上书直谏，以之而不言，含恨入土的赤诚，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这种忠诚超越了君臣名分，是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是对贞观盛世的守护。若以更宏观的历史视角回望，房玄龄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人功绩，成为初唐政治文明的象征。他出身清河房氏，作为山东士族的代表，却打破了士族与皇权的隔阂，以自身的才华与操守赢得了李唐皇室的绝对信任，推动了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融合，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他所主导的制度改革，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政治遗产，又摒弃了隋代的苛政弊病，形成的3省6部制、宽平法律体系、精简吏治模式，不仅支撑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更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制度蓝本，影响深远。他与李世民的君臣愈合，更是中国历史上君明臣贤的典范。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为房玄龄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而房玄龄的务实勤勉则让李世民的治国理想得以落地。这种相互成就的君臣关系，正是盛世出现的核心密码。当然，历史从未赋予任何人完美的光环。房玄龄的谨慎，在某些时刻也显露出明哲保身的痕迹。面对太宗晚年的奢靡与征伐，他未能如魏征那般始终直言不讳，或许是时代语境下的无奈，或许是个人性格的局限。而其深厚的家族悲剧，也给后世留下了沉重的思考。这位一生谨慎的政治家，终究无法完全掌控子孙的命运。房遗爱案的发生，固然有其个人因素，但也折射出唐政治中宗室、外戚、功臣集团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但这些缺憾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历史地位，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有考量有挣扎的政治家。正是这种真实，让他的功绩与品格更具感染力。千百年来，凌烟阁的画像早已褪色，但房玄龄的名字始终与贞观盛世紧密相连。他是盛世的总工程师，是制度的奠基者，是君臣的楷模，是官僚的典范。他以智慧定社稷，以制度安天下，以品格照后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良相。不仅要有惊天伟地的才能，更要有心系苍生的情怀。不仅要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更要有谦抑自守的修养；不仅要有忠于君主的赤诚，
更要有坚守道义的勇气。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气度恢宏的历史，房玄龄所代表的精神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他的务实稳健，启示着治理者要注重制度建设与长效发展；他的知人善任，提醒着管理者要以人才为根本；他的谦抑忠诚，感召着为政者要坚守初心，不负民望。凌烟高阁虽已不在，但房玄龄的清风正气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精神坐标。他的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千年，照亮着后世治国理政的道路，也诠释着和为公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真正内涵。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